因为吉尔玛66和太阳海贼团的拼死掩护，草帽一伙乘坐桑尼号终于成功的逃离了修罗战场巧克力岛海域，得来了暂时的宁静。布鲁克很担心慎平等人，娜美沉默了一下，默默说道：“我们必须逃离蛋糕岛。”布鲁克叹口气，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山治看着平静的海面，沉默半晌，面露忧色。他轻轻地说道：“原来佩德罗去了呀。”几个月前，当山治一行人刚刚登陆左岛的时候，山治就对这个美洲豹毛皮族印象深刻。明明自己已经身负要命的重伤，却向身为陌生人的山治等人祈求他们救救自己国家的2个国王。佩德罗是个实打实的硬汉，而现在这个硬汉却为了来接自己搭上了性命。原本佩德罗的葬身之地不应该是这里啊！加洛特从山治的身后走上前来，小爪子拍在山治的头上，边抚摸边笑着说道：“没关系的，山治，这是佩德罗自己的意志，你不用自责呀，山治，因为你们拯救了毛皮族，我们是来报恩的。”加洛特摸着摸着，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笑脸沉了下去，全身微微颤抖，低声抽泣起来。“你们只要说一声谢谢就足够了。”山治愣了下，然后将手安慰地搭在兔兔加洛特的头上，微笑着说：“我知道佩德罗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加洛特听到这样的话后，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大声痛哭起来。桑尼号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飘起了棉花糖雪花，这说明他们已经到达蛋糕岛海域的边缘了，再有一点航程就可以离开大妈的地盘了。有人欢喜，有人哀愁。布林躲在巧克力岛的角落里，一边翻看和山治在一起的点点记忆，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把布林当成是怪物，自己的亲生妈妈则将他当成提线木偶，满足自己私利的工具。布林本以为山治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在看到自己的第3只眼时，面露厌恶、惊恐的目光。然而让他倍感意外的是，山治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多么美丽的眼睛啊！这是布林从小到大听到的第一句赞美的声音。所有人都把他当成怪物，而山治却把他当成公主。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布林被山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深深的打动，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敌人阵营的王子。善良的山治，帅气的山治，温柔的山治，强大的山治，永远都无法触碰的山治。布林的脑海里都是山治，可是造化弄人，这个美好的王子只能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无法成为现实。布林拿出从山治脑海中捡出来的记忆，无法自控地失声痛哭。蒙多尔指挥部失去了前线报道员佩罗斯佩罗的联络，急得蒙多尔头发都掉了。属下来报，在巧克力岛的前线终于找到了领地海牛。海牛传来讯息，草帽一伙已经逃出了托特兰的海域，大马海贼团无法继续追杀。而此时此刻，巧克力岛上还在进行着生死厮杀，加治率领的吉尔玛和慎平率领的太阳海贼团以及和大马海贼团耗得精疲力竭。听到草帽团离开了托特兰海域的消息后，一治和慎平分别下令，任务完成，全团撤退。可是进来容易，出去就不容易了。大马海贼团乘胜追击，围攻太阳海贼团和吉尔玛66，而全蛋糕岛最恐怖的女人大妈此时也赶了过来，整个托特兰的军队一阵欢呼。太阳海贼团和吉尔玛66表示很头痛，这一下子惨了，肯定是逃不出去了。慎平摇摇头，态度坚定：“我答应了路飞，一定要活着回去。”净世界里，布雷提着医药箱找到了昏迷的好哥哥卡塔库利。布雷拿下盖在卡塔库利嘴边的帽子，打开医药箱，真不想看见背不着地落败的哥哥呀。卡塔库利惊醒过来，看着布雷翻出毛巾，为什么要背不着地呢？一开始不是趴着的吗？卡塔库利看着净世界的天花板，喃喃自语地说道：“是啊，为什么呢？”布雷给卡塔库利擦拭伤口，卡塔库利告诉他，人人都说自己从来没有背不着地过，那都是骗人的。布雷平静地回答：“我早就知道了，我在镜子里都看见了，咱们都多少年的交情了。”卡塔库利一愣，羞红了脸。布雷一边擦拭卡塔库利的手掌，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哥哥为了我们扮演着一个谁都不可以小视的完美男人，是这样吧？”原来卡塔库利的伪装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偶像包袱，布雷也不是天生的又丑又逗逼。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天真无邪、不懂掩饰的孩子。那时候卡塔库利还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自己的宽嘴吃东西，不管是谁嘲笑他，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兄弟们的嘲笑可以一笑置之，外人的嘲笑就把他们打到不敢嘲笑为止。卡塔库利虽然年少，但战斗力爆表，周围的海贼都很怕他，不敢得罪他，但是又对他仇恨厌恶。于是这些海贼将泄愤的目标放在了年幼的布雷身上，把布雷打成重伤，并毁了他的脸。卡塔库利无比愤怒，而布雷忍着剧痛安慰他说：“我一点也不痛，哥哥做自己就好了。”卡塔库利听到又震惊又悔恨。自此以后，卡塔库利将自己的宽嘴围了起来，为了保护弟弟妹妹们不受伤害，他绝对不再露出一丝丝破绽，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杀手。与把家人当成工具和泄愤对象的大妈不同，卡塔库利真正肩负了一家之主的重担，尽自己所能保护兄弟姐妹们不受伤害。卡塔库利与大妈有着很深的观念冲突，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卡塔库利听闻路飞有一天会回来打败大妈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仿佛把身上多年的重担卸了下来，安心的仰面躺在地上。
感人的回忆结束了，卡塔库利问布雷：“草帽路飞怎么样了？”布雷一边给卡塔库利擦脸，一边说道：“你如果知道了，大概会很高兴吧？他们已经逃出领地了，但是我不会原谅让哥哥受到如此痛苦的家伙的。”卡塔库利将眼睛瞥到一边，嘴角露出笑容。另一边，路飞一会儿终于离开了四皇大王的领地。山治看着昏睡的路飞，说了一句：“我来做饭吧。”路飞瞬间惊醒，和加洛特、布鲁克、乔巴一起扑向山治。安全、美味、免费的饭来自山治。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海巴拉蒂海上餐厅，一群海贼日常闹事。餐厅的老板红脚哲夫安抚准备动手的手下，先搞了一顿海鲜炒饭。不管什么时候，人都会饿，有人想吃饭就让他吃个够，吃饱了再说别的事情。一段拖时间的回忆之后，路飞的肚子又饿了，他跳起身来准备找山治要饭，结果从身上掉下来一个铁罐子。路飞好奇的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3。这个东西路飞一点印象没有，但是乔巴却印象深刻。这就是杰尔玛用来变身的道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代码，山治的代码是3，证明这是为山治量身打造的。路飞一听可以变身，马上表示要试试。乔巴也很激动，和路飞争执起来。两人的争吵声惊动了山治，山治抢过铁罐就要扔海里。路飞和乔巴哭着哀求山治不要扔，路飞甚至威胁山治：“如果你扔了，我就去海底捞上来，这是在我口袋里发现的，你要是扔的话就给我吧。”山治残酷地拒绝了路飞和乔巴，两人在后面伤心的哇哇大哭。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在路飞的口袋里？仔细想想，只有尼治近距离接触过路飞，大概是尼治带着山治和路飞逃走的时候塞进路飞口袋里的。山治一脸厌恶地看着铁罐：“我才不要用这种东西，借助科学的力量变强什么的，最差劲了。”路飞哭着喊道：“你不要就给我呀！”乔巴在一边帮腔道：“不要瞧不起科学啊，这也是人类的力量。”山治被两人搞得很烦，吼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想要这种东西？”路飞和乔巴异口同声的回答：“如果可以变身的话，说不定可以射出光波。”山治无奈地将铁罐往旁边一丢，路飞和乔巴冲上去争夺铁罐的所有权，大打出手，打了起来。最后，两人以非常和平的方式共同持有了杰尔玛的变身铁罐。乔巴拿在手里试了试，没有反应。路飞接过来喊了句变身口号，还是没有发生任何事。二人失望地发现，这个铁罐不管是在谁的手上都没有什么用，看来只有主人山治才能使用它。路飞和乔巴抱着山治的大腿，求山治变身看看。山治厌恶地说道：“滚蛋！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可不是杰尔玛。杰尔玛66、文斯莫克这2个名字已经被我列入黑名单，以后谁敢在我面前提这2个名字，一并黑名单伺候。”除了山治，娜美也有很大的收获。大妈的坐骑雷云宙斯被娜美成功收服，藏在天后棒里。山治都懵了，这家伙还真的为了一口吃的就跟来了。比起对大妈的忠诚，这家伙居然选择了吃。娜美很高兴，这可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仆人，有了他自己足以一一当百。娜美高兴，山治可不高兴。他扯着宙斯的肥脸吼道：“你给我听好了，是我先做娜美小姐的仆人的。”布鲁克赶紧跑来劝架，对方只是一团水蒸气啊，用得着和水蒸气较劲吗？大马海豚的杀手最终没有能抓住在逃的摩根斯和史翠西。第二天，足以惊动整个世界的新闻登上世界经济报，铺天盖地的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加洛特拿到报纸后，将报纸打开，惊呼一声：“路飞居然是头条！”路飞站起身来问道：“慎平呢？有没有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加洛特仔细查看了一下，摇摇头，并没有报道关于慎平的事情，只是说路飞和山治、慎平被击，暗杀大妈未遂，路飞是暗杀事件的主犯。报纸里还夹着一张山治的最新悬赏令，赏金大幅度上涨，现在的悬赏金是3亿3千万贝利。山治捡取悬赏令，努力回忆索隆的赏金。布鲁克在一边提醒道：“可能是3亿2千万贝利。”山治立刻欢呼起来，超过索隆，比过年回家买新衣服都要开心。不过，当山治仔细查看悬赏令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下一秒他就跪在地上痛不欲生。悬赏令上的只需活捉改成了死活不限，这不是让山治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山治的名字被改成了文斯莫克山治。如此看来，悬赏金应该也是因为杰尔玛的恶名而上涨的。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山治是文斯莫克家族的人了，山治简直就要原地爆炸了。除了山治，还有心情更差劲的，那就是路飞。他的绝望气息绝不比山治的轻缓，哭着瘫倒在地，那样子仿佛自己最爱吃的肉腿被娜美拿去打狗了一样。同伴们赶忙上前询问路飞的情况。东海盖亚王国的风车镇，酒吧的老板马奇诺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港口，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喃喃自语道：“不知道路飞现在怎么样了。”这时，村长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手里举着一份报纸。“我正找你呢，马奇诺，那个笨蛋又上报纸了，你看看，出大事了！”新世界某岛，四皇红发手握着最新的一期报纸，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路飞再也不是那个莽撞的小鬼了，现在已经真正成长，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海贼。世界各地都在讨论着关于4年1度的世界会议。位于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龙宫城，他们从报纸上得知，路飞和慎平去挑战大妈了。虽然他们成功逃走，但是新闻报道大妈非常生气。尼普顿王叹了口气，又高兴又无奈地说：“这样的话，渔人岛王国只能交给路飞来罩着了。”一听说路飞要罩着渔人岛，人鱼公主白星来劲儿了。
一向胆小的他主动提出来要和父亲以及皇兄一起参加世界会议。比起还没有召开的世界会议，像数年前来地位都巍然不动的四皇大妈拔刀，这种新闻更吸人的眼球。草帽路飞的新闻让世界都为之轰动。新闻上是这样说的：草帽小子路飞麾下有7个强力的海贼船，只有超过5000人小弟的大船长。作为火枪艾斯和革命军2把手萨博的义弟，很具有话题性。他能让遏制军团、加尔马66、太阳海贼团、火焰坦克海贼团都听从于自己，又有异于常人的声望以及领导能力，很有头脑，机关算尽，十分强大。破坏了女王的城堡，达到了悬赏金超过8亿和10亿的四皇干部。此次蛋糕岛事件可以说是草帽小子路飞的胜利。新闻的结尾，轰动全世界的点睛之笔来了，结尾只有一句，却十分震撼。5番目の海の皇帝現る。海军总部，赤犬看到这样的报纸，气得报纸都要揉碎了。什么第5位海上皇帝，邪恶的海贼，不管是4皇还是5皇，都随便得意去吧。只要我还是元帅，就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